的美痛，有没有存在的理由？大声的嘶吼，是否胜过平静的问候？我织的枕头，到底让谁变得更富有？拥抱的时候，怎么能紧握着拳头？聚合在背后，有多少温暖在守候？谁不想自由，却忘了该付出的温柔？痛苦过后会否比较好受？放开过后或许会更自由。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寻找借口，什么是成就？只要你微笑着点头。欢笑过后会否一直回首？失去以后才学会如何看透。回忆里什么陪我们走到最后，还不是那些最简单的温柔。奇怪，为什么家里没人？老婆，哎，迪儿，你们去了哪里啊？我们去接奶奶回家。妈，你坐一会儿啊，休息一会儿啊。迪儿，家里没煮啊，我肚子饿哎。你看见家里没人也不帮忙煮，妈的，我也是刚回来啊，我怎么知道煮什么？是你自己说要煮的。你以为我真是煮饭婆啊？你把我当成你的女佣了？妈的，秋话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这么大声骂人做什么？哦，我很饿啊，你要饿死我啊！奶奶，我去买吧。哦，不要不要，我就是要他煮给我吃。好好好，我去煮，不要乱跑啊，很快就开饭了。快点，饿死我了！你去帮妈的吧。去啦，去。哎，奶奶啊，你真的不记得我了？哎呦，你是建业呀，你把我当傻的啊？明明啊是在外面受了别人的气，我却无端端被人家骂。迪儿，你们一家人出去，为什么不打电话跟我说呢？哎，我今天啊被奶奶搞得我晕头转向啊，所以我才没有告诉你的。妈的呢，今天心情不好，你就别怪她了，好不好？他是长辈啊，我怎么敢生他的气啊？哎呀，想来想去呢，还是家珍比较厉害，拉着建海就搬出去了，不用留在这里受气。你说什么？家珍是被赶走的。那我宁愿被赶走的人是我，也不留在这里呢，当人家出气筒。你也真是的，不会争取。哎，不是我不懂得争取，而是我没有找到适当的时机。那既然现在建海搬出去了，你能不能找个机会跟马德说一说呢？不行啊，奶奶已经见到了良心和德明，现在她和马德的关系一定会变得很紧张，我一定要留下来处理这件事情。你就是这个样子啊，永远只会体谅你妈的，完全没有顾虑到我的感受。有，当然有啦，只是现在能够帮马德的人啊，就只有我们啦。迪儿，你说我们应该支持奶奶还是支持马德？什么意思啊？如果我们支持奶奶，良心就会搬进来，到时候这个家不知道会被搞成什么样子了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我只能够当中间人，免得马德和奶奶的关系闹僵了。流露了大哥本色，好的坏的全都自己扛了哦。你也要有大嫂的本色，这样子呢，才能够跟我一起呢照顾好这个家。哎呀，碰到你，我只好做24孝媳妇喽。奶奶常说啊，家和万事兴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快去冲凉吧。既然要分房税，就在这里签字吧。都是因为我看不懂。这是向街务局申请房子的表格，你不是要跟我联名申请房子吗？你不是很不愿意吗？还怀疑我是被人包养的情妇。
我是疼你才会发脾气的。才不稀罕呢！在你眼里啊，我只爱钱。谁叫你老是做那些不三不四的工作？我这么做，还不是希望可以早点把我哥接过来吗？对了，你大嫂打电话来跟你要钱，给你大哥治病，还差多少啊？还差5000才能筹到1万。你说他会不会骗你啊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我一听到我哥在牢里生病了，我就吃不下也睡不好。我真的是很担心我哥。不如这样吧，我替你跑一趟，把你大哥带回来。你真的愿意帮我哥？我是你的男人，一切由我承担啊！嗨，给你，你在这里干嘛？接你啊。不要玩了好不好？我会生气的。好吧，拿着再说。我不要，你已经连续3天送花到便当店了，请你以后不要再这么做了好不好？反正你不领情，我送去便当店的花都给花师妹带回家了。既然不能送去店里，我只好亲手交给你喽。走吧，上车。我不要。我不管，我已经决定做你的护花使者了。以后下课我都会等你，送你回家。我告诉你，最后一次。走吧，我送你。不是吧？你阴魂不散啊！我是护花使者，所以要看到你平平安安到家门口。哎呀，你快点走吧，给邻居看到不太好的。有什么不好？我见不得人吗？不是你见不得人，是……哎呀，算了，是我了，是我。喂，你在干嘛？除非你接受我的花，要不然我不走。你神经病啊！怎么样？要不要？你可以走了。那好，明天见，拜拜。妈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睡啊？我出来看未来女婿啊。不是啊，你误会了。还说不是哦？你没有回来吃饭，原来你去帕托啊？那个帅哥是谁呀？又年轻又好看。好看有什么用？可惜太年轻了。年轻好啊，感情不在乎年龄，讲的是心。难道你要找一个像我一样的年纪啊？哈哈，你大胆的去追求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好啦，现在几点了？怎么还不睡啊？好，我睡觉。哎，妈，你怎么睡沙发？宝珠要我睡这里，他说这个叫沙发，另外一个名字叫床，他叫我睡沙发床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大嫂吃了豹子胆，也不敢叫你睡沙发的。来，上楼睡觉。走，不要，宝珠会骂我。他怎么可能会骂你呢？走，上楼睡觉，听话。不要啦，不要。什么味道啊？怎么有烧焦的味道？啊，厨房的粥。哇，谁煮的粥啊？都烧焦了，怎么没看火啊？我。啊，你？妈，这么晚了为什么要煮粥啊？宝珠没有给我吃晚餐，我肚子饿啊。什么东西烧焦了？什么东西烧焦了？粥。啊，这是谁煮的？他又要骂我了。妈，我什么时候骂过您呢？妈说刚才你不给她吃晚餐，所以她肚子饿，自己下来煮粥了。哦，好，那您现在肚子饿了，想吃什么？我给您煮。你现在要我吃东西啦？
我要睡觉的时候你就叫我吃东西，我要吃东西的时候你就叫我睡觉，你越来越刻薄我。妈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现在在说我很生气，我什么都不要吃了。妈，大嫂妈怎么了？刚才说你不给她吃晚餐，现在又反过来说你逼她吃东西。你相信我没有给她吃晚餐吗？刚才她还说你叫她睡沙发呢。她今天呢，把德明当成了你的大哥天父。啊？她把曾兄当成儿子？妈一定是有问题，我们一定要带她去看医生。好吧，明天一早就去。妈怎么这么久都不出来呀？妈现在像个小孩，我真的不知道她能不能够把自己的病情清楚地告诉医生。妈，医生怎么样？她的情况怎么样？来，这个给你啊，你就坐在这里休息，我会跟他们好好的说哈。啊，你们跟我来。导哥来，我妈怎么样了？她患上了脑退化症。脑退化症？那她以后会怎么样？这种病症可以分为初期、中期和晚期。你妈是属于中期。那中期会有什么症状啊？主要是健忘，容易误解别人的意思，做过的事情或者说过的话，有时记得，有时忘记，甚至还会把自己做的事和说的话推给别人。对对对，现在是中期，以后会怎么样呢？到了晚期，脑部退化很快，手脚会失控，出外会迷路，起居饮食，比如洗澡、穿衣服、大小便，都需要别人照料。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？按时给他吃药，尽量稳定他的病情。还有最重要的是，他想做什么，最好顺从他，迁就他，不然会越来越严重的。对对对，听到没有？你们要顺从我。大家都这么熟了，有什么事可以随时联络我。谢谢你，早早来。谢谢你。哎呀，地球生病了。妈，不要玩了，来吃饭了。好啦，好，不要玩了，乖哈，吃饭了。你不吃饭怎么吃药呢？我要一个人陪我吃饭。我现在就陪你吃饭呢。不要，我要天父陪我。我要天父陪我吃饭呐！我到哪里去给你找天父啊？我知道天父在哪里。来，你跟我来，我告诉你。来，去哪里啊，妈？哎呀，天父呢？快点，快点！小心！什么天父？他不叫天父，他叫德明啊。我说是就是，你为什么要帮他改名字？阿祖，你为什么叫我阿祖？我是你妈妈。是你昨天要我这么叫你的。是吗？我到底是阿祖还是你妈妈？我到底是谁？不要想那么多了，现在见到了见到了天父，我们回家吃饭吧啊！我肚子饿了，我们回家吃饭。你为什么不跟我回去？妈，你这样吓坏他的。他不吃，我也不要吃，我药也不吃，什么都不要吃。不吃药是不行的。那你就叫他陪我吃啊。他生病了，你可不可以陪他吃一顿饭？他不肯吃东西就不能吃药，不吃药他的病不会好。啊，这样吧，我们就在附近吃，吃完了我马上把你送回来。那我们回家了，我做你最喜欢吃的洋葱炒猪肉。跟你们回家？不要回家了，咱们就在附近吃，好不好？不要，我要回家。
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就回家吧。啊，谢谢你。等一下菲菲看到我们，一定会很意外的。嗯，这么久没有看到她，不知道她好不好。希望他还好吧。如果他知道我们在一起，一定会很开心。你找菲菲呀？进来吧，进来。她就在房间啊，不能陪你们了，找她吧。菲菲，家珍，还有我。家，你回来了。我们买了一些玩具给阿 boy。真的是谢谢你们，不要站着，来，坐下来。来，让我来。你怎么看起来特别疲倦啊？我已经开始接受化疗了。你终于肯去医病了。子俊说他会帮着负责我所有的医药费，就是要逼着我去做化疗，而且他也搬进来跟我们一起住了。他说这样会比较方便照顾我跟阿 boy。我真的为你觉得很高兴。我真的没想到子俊会改变这么多。他说希望我会振作起来，要给阿 boy 一个完整的家。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，好好的养病，其他的交给子俊去处理吧。我相信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我会的，我不会放弃。我要亲眼看到阿 boy 长大，亲耳听他叫我一声妈妈。看到你们两个在一起，真的很为你们开心。其实我能够有今天，真的要谢谢你们。是你们说服了子俊，我才能够拥有一个真正的家。不是我们，是你和孩子改变了子俊。其实他真的是很疼阿 boy， 半夜3更起来哄他睡觉。我们刚才看到他穿围裙，拿着奶瓶，一副住家男人的模样。不要笑他，现在3餐都是他在为我煮。等一下，不能这样。要煎鱼，一定要先把鱼沥干，才不会粘锅。我以为抹了盐就不会粘锅了嘛。哎，慢慢来，鱼要煎得好，油不能放太多。首先呢，要把货洗干净，抹干后才烧热。OK， 等货烧热了，才放一点油。然后呢，再把货摇动一下，使货内四周都有油。等油烧热了，才把鱼放下去。哦。那你看，等鱼皮煎到金黄色，才放过来，这样才不会粘锅。嚯，果然出自饮食之家啊！原来煎鱼啊有这么多学问的。还有呢，最好不要在鱼身上画刀。虽然鱼会快点熟，不过鱼的肉质会流出来，这样鱼肉会变得比较干。哦，哎，厉害！哎，来，我帮你。哦，
对不起，我来。哎，其实该说对不起的是我。那只是场意外。那场意外是我间接造成的。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不要再提了。你平时都煮什么给菲菲吃？很清淡的啊，今天想给她换换口味，所以这条鱼给她吃。还好今天有你在，要不然这条鱼啊丢掉了。以前呢，我什么都不懂，现在要照顾菲菲和小孩，一切要从零开始。你别担心，我可以 email 给你一些健康食谱，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。好啊。哎，可以翻了吗？可以翻了。可以翻了啊。来，帮我来吧。还是你比较行啊。哇，煎得很美哎。你这个人啊，对人真热心。当然自己不会吃亏嘛，为什么不这么做呢？来，谢谢。真没想到啊，煮饭啊，就好像打一场球一样，满头大汗的。所以家庭主妇不好当。真没想到我们两个竟然还可以合作煮东西。是啊，我一直认为你比我强，可是今天好像是我在讲你在听。我本来就有不如你的地方，要不然家珍怎么选择你，放弃我呢？不要这么说，家珍对我好，是因为我对她好。够了！你走了以后，我常常去找家珍，她根本就不理睬我。我看得到她的痛苦，我不能不告诉我自己，她的心里早就没有我了。子俊，你能不能祝福我和家珍？现在已经轮不到我选择了，就算你走了，家珍也不会回到我身边。谢谢你。我以前看到家珍对你好的时候，我就不相信我自己怎么会输给你呢？不过经过这么多事，我对你是心服口服。我突然觉得，人在处理感情的时候，就应该像煎鱼一样，一心的把一边煎好后，翻过来再好好的煎另一边，这样鱼皮永远都不会破。感情跟煎鱼有什么关系？对感情要专一啊，要不然不是伤害一个人，就是两个人都受伤，对吗？早知道我就应该早点煎鱼给你看。有件事虽然很难说出口，但是我还是一定要跟你说清楚。上次我把家珍关起来，不让她回家的事，对不起，我当时是想制造你跟家珍的误会。你上次收到的短信不是家珍发的，而是我拿了家珍的手机叫别人发的。我以为你会误会家珍，离开家珍，可是结果并不是我想象的。这件事一直是我心里的痛，所以我一定要跟你说清楚，我对家珍根本没有做出不道德的事，家珍是清白的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一切，这对家珍真的很重要。我们终于可以还家珍一个清白了。原来你们在这里啊！你怎么出来了啊？看到你们没有在厨房，我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担心我们两个打架？我们已经没事了。是啊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事了。你人这么好，谁舍得跟你过不去？看到你们两个这么恩爱，真是羡慕。切，有什么好羡慕啊？我们两个也是很幸福嘛。以后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。你怎么这么开心啊？
你还不是一样，一路走一路下个不停。我觉得幸福吗？打我，为什么打你？因为我对不起你。你说什么？子俊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我了，他说他什么都没做，只是把你关了起来。他真的这样跟你说？走，我们去找马德，让他知道你是清白的。等一下，我们家里发生这么多事，你还要给马德添麻烦。可是我们总不能让马德一直误会你啊。好，为了让你心里好过一点，我就成全你，我打你。喂，你真的打我？原来我娶的是母老虎啊！喂，你不是说要我打你吗？哎呀！哎呀，9点了，还玩啊？哦，已经很晚了，我应该回家。哎，不准走！你要去哪里？妈，人家陪了你一整天了。这是他的家，为什么要叫他走啊？你为什么一定要拆散我们？奶奶，马德，良心，请进。亲家奶奶，我是来接德明回去的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带他走？亲家奶奶，我是他妈妈，很晚了，他应该回家了。你乱说，我才是他的妈妈，不准走。妈，天父他还没有做功课，已经很晚了，让他回家做功课吧。谁说他没有做功课？你说下午我有没有叫你做功课啊？读听写啊？啊，有做功课，很乖，但是还是应该要回家的，明天还要上学呢啊！是啊，奶奶，这样吧，明天呢，我把他再带来，让他陪你一起玩，好不好？不要，他是天父，是我儿子。如果你们要赶他走，我就跟他一起走。妈，我不知道您听不听得明白我说的话，但是我一定要告诉您，他不是天父，他是天父的孙子，是你的曾孙，他叫德明。建业跟建海还没有生小孩，我哪来的曾孙啊？他不是建业建海的孩子，他是良心生的孩子。良心？哎，良心也是我的孙呐。那天在亲家家里吃饭时，我们见过面。是啊，亲家奶奶，那天你还说我们长得像姐妹花。一家人不要叫我亲家奶奶，叫我奶奶。是，奶奶。妈。现在您搞清楚了，他不是天父，他不是你的儿子，叫人家回家吧啊！我都被你搞得要变痴呆了。天父这么小，怎么能生这么大的女儿？他这么厉害呀！啊！奶奶，你听我解释啊，德明呢是良心的儿子，良心是你的孙女儿，爸爸已经不在了，这里没有一个人叫做天父。我记起来了，天父只生了2个儿子。哎，你是谁生的？我。一定是你在外面跟别人生的。不是我，是你儿子的风流债，他在外面有女人。是吗？天父在哪里？叫他出来，我一定好好教训他。他死了。他已经死了20多年了，妈。天父死了，妈，您忘了？他出去买饭，给汽车撞倒，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。我记起来了。天父走的时候，你差一点活不下去要自杀，是我把你骂醒的。那好了，您记起来了是不是？原来你们都是天父在外面生的女儿跟孙子啊！这么多年了，在外面一定是吃了不少苦啊！我一定好好弥补哈。好了，奶奶，时间真的是不早了，就让他们回去睡觉吧。难得找到他们一家人团圆了，哪里可以再走啊？奶奶，你想让他们住进来啊？怎么？
不行吗？不行不行，梁心已经结婚了，他有他自己的家，他不能住在这儿。你真奇怪，建业跟建海也结婚了，不都还住在这里啊？你也不肯让他们搬出去住啊？那梁心为什么不能搬进来住呢？奶奶，没关系啦，反正我跟德明也住不惯这。你不要找借口了，一家人呢一定要住在一起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妈，您这样安排我不赞成。你忘了达特莱是怎么交代你们的？说你们一定要顺着我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。那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，我不管了。有奶奶在，你们不要怕，谁都不能把你们赶出去啊！奶奶是真的痴呆还是假的痴呆？有时候看起来好像很正常。医生都说了，时好时坏的。你最讲我坏话？没有啊。那就去把建海房间打扫打扫，梁心跟德米亚住进去。我？不是你，难道是我啊？不好意思啊，要麻烦你替我换床单。知道不好意思，那就自己来啊。没关系，反正这些事情我都做习惯了。早知道有人伺候啊，我就早一点跟奶奶相认，早一点搬进来。你搬进来了又怎么样？建跟建海永远是妈的心中的宝贝，你在我眼里呢，只不过是个外人。哦，是吗？我跟德明啊，随时可以改姓萧。我是建业的妹妹，你的小姑。哎，你姓严呐？这么说来，这里只有你一个人是外人呢。先别得意得太早，马德迟早会把你赶走的。我是不想住在这，但是奶奶这么疼我跟德明，我就只好顺着她的意思啊。那就祝你住得愉快喽。哎，你这个人做事怎么只做一半啊？这个，请你帮我拿下去。你在命令我？我不是命令你，我是请你帮我拿下去哈。还有这个，谢了。出去时顺便关门。啊！喂，你干嘛？你这么幼稚啊！看你有没有长柿子，要不然会把这里弄脏的。无聊。马德，你们进来干什么？我已经无话可说。大嫂，你不要太难过，妈绝对不是故意在为难你的，她可能连自己在说什么做什么也搞不清楚。真没想到，活到我这把年纪，才知道老公在外面有个私生女。本来以为可以做鸵鸟，不理不看，谁知道现在要住在一起，天天见面。我做人怎么做得这么痛苦啊？马德，你不要这么说，我们已经决定了，我们会支持你的。你们也要跟奶奶作对啊！当然不是，我们就是来找你商量，看看有什么其他解决的方法。我想来想去也没有方法。多特拉已经说了，奶奶现在有病，我们不能够刺激她，样样要顺着她。其实我有个办法，不如去验 DNA 吧。良心这么狡猾，谁知道他是不是萧家后代？我看不必了，他有爸爸给他的玉佩，还有照片。马德不是说过吗？玉佩跟照片算了什么啊？科学的认证才是最准确的。我看还是确认一下比较好。不必了，你们要看 DNA 报告，在我抽屉里。你已经验过了。德明真的是萧家的子孙？那现在怎么办？那他既然是大哥的骨肉，我们就应该照顾他了。喂，怎么样？真的不出来？
我现在在你家门口，再等5分钟，我见不到你，我就按门铃自己进去了。我不是叫你不要来了吗？走，一起吃早餐。谁要跟你吃早餐呢？你快走吧。如果你不想搞到整条街人都知道我在追求你，你最好马上上车。你在干嘛？威胁我啊？不是啊，谈恋爱是光明正大的。以后呢，我会天天在这里等，接你上下班。算了吧，袁大宝，我是不会心动的。你走吧，拜。上车吧。大宝平时都很准时，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会迟到啊。来了，他来了。嘿 ，Audrey， 大宝哥。这么多年没见，你长高了。哎，坐。大家在一起坐吧。嗨，我是 Audrey。啊，你好，我是芬芬。Audrey 呢，是我妈妈好朋友的宝贝女儿，从加拿大来度假。她是我老板，也是我女朋友。他在开玩笑，我们只是同事。我叫大宝请几天假，陪 Audrey 到处去玩，便当店应该可以放人吧？当然可以啊。到时芬芬一起来吧。好好，人多人少。她什么时候变成你的女朋友了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一直对她有好感。我只知道她说不可能跟你在一起的。感情的事谁敢打爆弹？她以前不喜欢我，不表示她以后不喜欢我。你跟她交朋友我没有意见，如果考虑结婚生孩子，我就不能不出声了。我们只是谈恋爱，谁说我娶定她了？你呀，给我好好想想，千万不要跟人家玩游戏啊！知道了。芬芬，为什么你不开心？你以为我和我妈的对话你都听到了？我真的不能接受你的感情。你担心什么？我从来没有在意我们的年龄。年龄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们对感情的观念不一致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你妈说的对，我年纪已经不轻了，我不可能跟你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，然后3年后跟你说再见。感情的发展谁都不能预测的。如果2个人合不来，还勉强在一起吗？一牵手就天长地久想法已经过时了。我只能够说，你对我的感情一开始就没有诚意。对不起，我不想玩这样的游戏。这不是游戏，我是认真的。如果我告诉你，我交男朋友是以结婚为前提，还要考虑生孩子，你能接受吗？2个人刚开始交往就这么想，太不实际了。那好，既然我们的观念不一样，那又何必开始呢？芬芬，承诺是空的，行动才重要。就像我开张支票给你，但如果那张支票是空头的，有什么用呢？问题是你连空头支票都不肯开。算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会派你去快乐厨房工作，你不必回来便当店了。我不要，我不接受你无理的安排。那你就自动辞职吧，反正你欠我的钱都已经还清了，你不需要在我这里工作。这算什么？炒我鱿鱼？随你怎么说。阿宙，我肚子里有点饿，可不可以吃东西？哦，过来吃饼干，来，芬芬，吃饼干。谢谢。家里怎么会有钢琴的？奶奶说要买，所以就买了。可是我们家里没有人会弹钢琴啊。谁说没有？我的宝贝会弹。天赋根本就不会弹琴。什么天赋？天赋已经走了。你昨天不是说良心是天赋的女儿吗？她是良心的儿子，就是我的正孙。
你呀，说话怎么反反复复啊？你是不是想把我搞得啊痴呆呀？好吧，好吧，您说是谁就是谁。妈大，我头有点痛，我先上去休息了。哦，是不是感冒了？有一点，吃了药应该没事了。那你去睡一会儿吧，我给你去煮点粥。哎，德明喜欢吃麻油炒猪肉，我喜欢洋葱炒蛋，你去煮给我们吃。不是刚刚吃过午饭吗？哪有啊？你想饿死我？好好好，我现在去煮啊。干什么？你想游泳啊？你戴上这个就不会流眼泪了。你是不是不喜欢我？我是因为阿宙才住下来的。我知道我给你们带来麻烦，不过等我爸爸坐完牢来接我，我就走。你说什么？你爸爸坐牢？德明，等一等，过来。这个给你吃，很好吃的。谢谢。停，这音节不能那么用力，要轻一点。是这样。怎么啦？没事没事。我才不能追，不然我会遭捅死的。你不要伤害我女朋友。小姐，快追啊！算了，只是钱而已。什么值钱而已？玉婷，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你的手怎么样？都是你。钱被人家抢了就算了，干嘛要打人家？我是个废人！你不要帮我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。出来吧，他们已经下课啦。他已经走啦。你很怕见到那个钢琴老师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紧锁的眉头，有没有存在的理由？大声的嘶吼，是否胜过平静的问候？无知的枕头，到底让谁变得更富有？拥抱的时候，怎么能紧握着拳头？聚合在背后，有多少温暖在守候？谁不想自由，却忘了该付出的温柔？痛苦过后会否比较好受？放开过后
是在寻找借口？什么是成就？只要你微笑着点头。